外交部长秦刚2号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这是秦刚首次以中国外长身份出席 G20 会议。G20 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但美西方执意将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塞进 G20 议程。外界担心乌克兰危机恐将为此次 G20 外长会投下阴影。而秦刚出席 G20 将与各方，特别是美方如何互动，以及对各种问题提出何种主张，都备受外界关注。应20国集团主席国印度外长苏杰生邀请，外交部长秦刚将于3月2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月28号曾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复苏乏力，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应当聚焦应对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突出挑战，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及全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20国集团外长会就践行多边主义、维护粮食和能源安全、加强发展合作发出积极信号。毛宁强调，中国非常重视中印关系。中印作为2个10亿级人口规模的文明古国、相邻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符合中印2国和2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外界注意到，受疫情影响，过去3年全球多边会议多半采取线上的方式进行，而20国集团系列会议率先恢复线下举办，显示全球公共治理领域迫切需要对话。而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的成功召开，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加速了全球外交活动的重启。秦刚外长这次赴印度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不仅是对印度主办20国集团系列会议的极大支持，也是中国与多国增强联系的好机会。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这是印度为今年 G20 峰会量身定制的主题，其理念取自印度教经典《奥义书》。印度总理莫迪说，这一主题显示了来自印度哲学的某种解决方案，不能通过相互争斗来解决，而必须携手努力，一同克服。不过，印度这个东道主显然不好做。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空前打压和孤立俄罗斯，包括 G20 在内的国际组织或多边机制，几乎已被美国强行扭曲为反俄平台。去年，西方国家甚至放话称要将俄罗斯逐出 G20。在刚刚结束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甚至未能达成联合声明，令主办国印度脸上无光。印度舆论对此非常不满。印度历史学家维贾伊普拉沙德在《亚洲时报》发文指责，美国是带着简单的指令去印度班加罗尔参加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该国财政部长耶伦说，20国集团成员必须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必须拥护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普拉沙德谴责是美国干扰了20国集团财长会，导致最终没能发布联合声明。普拉沙德还指出，作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显然不愿意遵循美国的议程。有印度官员就表示，20国集团会议不是政治会议，而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但是很显然，美国的蛮横使印度的努力化为了泡影。外界担心乌克兰危机也将为这次 G20 外长会投下阴影。本次 G20 外长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将与会，布林肯和拉夫罗夫可能面对面交锋。不久前，德国主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拒绝邀请俄方代表出席，因此拉夫罗夫也就没有机会与布林肯等西方政治人物打照面。观察指出，作为 G20 轮值主席国，印度为了保持中立，将在会议期间避免提到俄乌冲突，而着重谈论其他设定的议题。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总理莫迪在致辞中列举了世界经济面临的种种威胁，但没有提及俄乌冲突，只是说世界许多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程度在不断增加。与会的20国集团官员称，印度多次要求会议不要在公报中使用战争一词。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西方执意将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塞进 G20 议程，将侵蚀 G20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机制定位和机制精神，也不利于全球合作应对当前的多重危机与挑战。G20呢，本来应该是聚焦全球经济治理啊，但是呢，这些年来他们把安全呢、意识形态啊、把这个地区热点问题啊、地缘政治啊都纳进来了。这个呢，把这个G20的这种初心呢，有点这个干扰啊，这是个大的麻烦。那么这次呢，印度啊，它做轮值主席国啊，印度呢跟俄罗斯的关系跟美国都还是非常不错啊，所以呢，能够聚焦到这个像气候变化啦啊、全球债务问题啊，绕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问题，这样才能够取得成功。
事实上，印度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还在联合国多次表决中就美西方推动的反俄议题投下弃权甚至反对票。统计指出，全球有140多国未对俄罗斯采取口头或者实质上的制裁措施，几乎全部都是发展中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不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认为，1年来美西方强行推动多轮反俄措施，严重冲击了全球安全与经济形势。马克龙指出，这大大损害了美西方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度。除了乌克兰危机，中美关系也被认为是此次 G20 外长会的焦点之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今年的 G20 外长会会场上，秦刚就任外长后将首次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同场互动。中美外长是否会举行双边会晤备受关注。此前，中国已经发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为未来的俄乌和平提供了东方智慧。路透社的分析称，中美紧张关系如何在 G20 外长会议上演绎，包括双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分歧，都将受到外界关注。因为今年美国就需要中国的配合比如说这个 APEC 的美国召开，9月份联合国大会等等吧，都是一些中美改善关系的一个窗口期由于在美国中期选举，我们20大之后。但是呢，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反华的这种氛围中国气球已经看得出来，确实还是很浓烈。所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是个非正式的跟王毅主任的一个会晤，而且呢，气球事件呢占了很大的一个主导性。那这次呢，这个外长会议布林肯又要谈中国什么，据说给什么俄罗斯致命的援助什么这一套这个成为可能中美关系的一个大的一个焦点话题吧。G20 外长会即将召开，有消息称，主办国印度试图说服中国在俄乌冲突上达成共识。您觉得中方将怎么办？中方呢也对此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呢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核心呢是劝和促谈。在说到本次 G20 外长会议，外交部发言人呢也讲出中方的期待，希望 G20 聚焦应对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突出挑战，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及全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说西方国家试图改变 G20 宗旨，把俄乌局势呢作为重点议题来谈，中方肯定是不同意的，其他一些成员国呢也不会答应。刚结束不久的 G20 财长会议上，这个西方国家呢试图把 G7 对俄能源价格设限推广开来，结果呢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印度、南非等国与中国一道，对于俄乌冲突的态度呢表现得更加温和，强调G20 应当践行多边主义。中俄坚持反对在有战争字眼的文件上签字，那么使得 G20 财长会呢是有共识却无公报。还有媒体说西方企图劫持会议主题的图谋呢被粉碎了。而 G20 外长会显然呢是要致力于和平与发展。要是把俄乌冲突加入进来，不仅扭曲了会议的主题，而且不利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以我认为呢，以中国为代表的和平力量将努力使 G20 会议不跑调、不变态，聚焦经济问题。G20呢，它本身是一个这个经济问题为主的国际会议。这个主席国印度呢，也在声明中谈到，这个俄乌冲突虽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 G20不是解决安全课题的论坛。本该研讨经济的会议，要变成对俄罗斯的批斗会，这显然呢是有点文不对题。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昨天举行首场听证会，金融外交2个委员会还通过4个支持台湾的立法议案。那您是如何来看当前的中美关系？美国众议院呢是一个议事机构，这个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所以呢可以大放厥词，随心发挥。先看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首场听证会，以前呢这个野心勃勃的要计划到台湾去举行，现在呢不也得乖乖的在华盛顿举行吗？那么再来看他们听证的内容，更多是老生常谈，大话连篇，什么中国对美国价值观构成了挑战，要有选择的和中国经济脱钩，那么在中国网络系统上打洞等等，全是些无稽之谈。他们的说辞有点歇斯底里。稍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一定会大声的讥笑，而对于美国来说呢，也是有害无益。部分民主党议员呢就担心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可能助长美国国内的反亚裔情绪，甚至带出新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
从中我们也看到，美国国会中懂中国的议员极少，需要好好的补补脑。那么这个中国特别委员会呢，我认为也只能跳腾几下，中国人呢是完全可以鄙视的。那么值得关注的倒是众院金融、外交两个委员会通过的4个涉台立法议案，虽然其中不乏荒唐之策，但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是明显的，有可能给台独势力壮胆，进而铤而走险，危害台海和平。这几个涉台法案呢，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的涉台言论看起来呢是臭味相投，就是企图把中国内政变成国际问题，从而掌控台湾、掏空台湾。布林肯声称，世界如此的担心台海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这不是中国基于主权的内部事务，而是整个世界都关心的问题。美国众院2个委员会通过的4个涉台议案，就是要把台湾当成一个独立实体，而非中国的一部分看待，并且呢，在竭力的推动台独。可以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很激烈，但是呢，美国操纵台湾岛的图谋是很难得逞的。不仅中国大陆呢会强烈的反击，而且台湾民众呢也在觉醒。最近岛内有一种说法，这个医美论已经升级到2.0版了。说原来呢，说到两岸如果出现军事对抗，怀疑美国会不会帮台湾。现在呢，美国的所作所为在被怀疑成美国是不是在毁台湾、搞破坏。那么针对布林肯的信口开河，中方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美方呢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呢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可不是外交辞令。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